欢迎回到壁画太多。今晚我们要讲一个关于沙漠、遗迹，还有一双穿越3000年眼神的故事。没错，就是那位曾让考古队员深夜沉默不语，让摄影师拍完之后久久不愿合上的楼兰古尸。她不是妖精，不是女王，也不是传说中的什么沙漠诅咒，她只是一个静静躺了上千年的楼兰女子。可就是她，靠着一双紧闭却神秘莫测的眼睛，悄悄撼动了几代人的想象力。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和现在的时间。想象一下，你正从什么样的夜晚出发，进入这一场历史的风沙。现在，请把灯调暗，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故事要从1979年那个春天说起，地点是罗布泊，一个已经从地图上蒸发的名字。那地方曾经是中国第2大内陆湖，后来却成了一片荒凉的生命禁区。就在这里，考古队员在一处浅埋墓地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几乎完美的女性干尸，她仿佛只是刚打了个盹儿，就被时间遗忘在沙丘之间。她的身体微微偏向一侧，头部轻轻侧转，像是在倾听谁在耳边说话。头发柔顺，颜色接近浅褐，有些许自然卷曲。鼻梁挺直，嘴唇紧闭但不紧张，像是在守住什么秘密。他的手叠放在腹部，一只手骨节清晰，甚至还能看见指甲轮廓。皮肤呈现出深红棕色，像是岁月为他染上的色彩。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眼睛虽然闭着，但眼窝仍然饱满，睫毛还在一根根整整齐齐地躺在那儿，像是刚睁开又合上的余韵。有考古人员悄悄说了一句，他好像刚做完一个梦。你很难想象一具古尸会带来情绪压迫感，可他做到了。他不需要睁眼就能让人感觉自己正被注视，那是一种来自过去的审视，或者说是跨越时间的沉默。它是那年最大的震撼之一。考古报告出来后，全中国的历史研究圈都炸了。这具古尸几乎没有腐败迹象，骨骼完整，五官立体，甚至连身上衣物的织纹都依稀可见。他所穿的棉麻长袍用的是植物染料，图案朴素却极有层次感。腰间有一根手工编织的细绳，可能是装饰，也可能是仪式性配饰。而他脚上还穿着毛质的长袜和柔软的皮靴，说明他并非死在迁徙或逃难途中，而是被精心安葬。考古学家初步判断，这具干尸诞生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4世纪之间，也就是楼兰国最风光又逐渐式微的那段时光。楼兰这个听起来像诗一样的名字，在当年可不是边陲小镇。它地处丝绸之路中段，是东西商队的必经之路。葡萄、美玉、波斯香料、东汉绸缎都从这里经过。可以说，楼兰的沙子里都藏着交易的碎银。可也正因为地理位置太关键，它成了多国势力争夺的棋子。没过多久，它就像一颗走错位置的棋子，被悄无声息地从历史棋盘上抹去。可那个女子还在。被发现之后，她被称作楼兰美女，但这名字其实并不合适，因为美女这词太轻了。她身上有的不只是美，还有一种强烈的时间重量感。它不像一具尸体，更像一个活过、感受过，又试图传达某种讯息的存在。后来，它被小心翼翼地转运到新疆博物馆，进行更专业的保存与研究。博物馆请了多位人类学家、医学专家和化学分析师，对它进行非破坏性取样。最终得出的结论让人不寒而栗，又肃然起敬。他死时大约30岁左右，身高1.55米左右，
牙齿几乎没有磨损，说明他生前饮食精致，摄入的食物温和，不具破坏性。他没有任何骨折痕迹或致命外伤，体内没有寄生虫残留，肺部组织没有吸入性沙尘斑，这意味着他可能是在一种相对安宁和平的状态下去世。于是，猜测开始疯长：他是谁？为什么被如此安葬？他是不是某个酋长的女儿，还是楼兰最后一位巫女？更深一层的问题来了，他怎么会保存得这么好？答案可能是楼兰干燥得像真空仓库，气候恶劣到细菌都活不下去，再加上当地人使用天然防腐植物如香茅、沙漠艾叶进行陪葬，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天然木乃伊的奇迹。可即便如此，睫毛、嘴角、指节的完整程度还是令人惊讶。就像这个女人在用尽一切方式说：“我还没说完。”真正让她破圈的是1980年代末，一位欧洲摄影师在丝绸之路拍摄专题时，偶然被允许为这具古尸拍照。他按下快门那一刻就知道，这张照片将会走很远。照片发表后，欧美艺术界惊了，那些长期研究古希腊、古埃及木乃伊的人开始转头注视这位来自东方沙漠的女子。在他们眼中，她不是考古标本，而是一幅会说话的画。尤其是那双看不见瞳孔却令人如芒在背的眼神，让无数人久久停驻在那张照片前。西方媒体开始用极具诗意的语言形容她：她在梦中死去，却在我们梦中苏醒。一双未睁开的眼盯穿了时间，她不是回望过去，而是注视我们正在走的路。而中文互联网更简单粗暴，她在盯着我看。很多参观者在新疆博物馆亲眼看到她后，会不自觉慢下脚步，甚至不敢与她对视，因为你感觉她知道你是谁，她好像知道你为谁流泪，为谁疲惫，为何在这1000年之后依旧站在她面前。有个细节总被人提起，她脸上的皮肤虽然干瘪，却没有崩裂，嘴角还有一丝微翘，就像刚刚讲了个笑话，还没笑完。那笑不是讥笑，不是喜悦，而是知道的太多之后的一点点沉默。也许他真的是见证了一切：城市的兴起，商队的嘈杂，戈壁的风声，王朝的更替，最后的干渴和寂静。他曾是风暴前的某一滴水珠，是帝国背影里的最后一束月光。而现在，他只剩这副身体，但他并不空洞，因为他留下了一种力量，一种沉静而强硬的存在感。他躺着不言不语，却像在告诉你：看清楚，我曾经活得比你想象的还要认真。我们总以为自己才是注视历史的人，但这位楼兰女子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正在被历史反复凝视。沙漠的声音是安静的，它不靠风，它靠记忆。楼兰的记忆就藏在这一粒粒沙子之间，像是被风吹落的耳语，被太阳晒退的叹息。今天，我们要顺着那具古尸的眼神往回望一眼，他曾生活的城市，曾是怎样的一座绿洲，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了彻底的干涸。如果说时间是一场浩大的沙尘暴，那么楼兰就是那在风中消失的最后一滴水。最早关于楼兰的记载来自公元前2世纪的《汉书》，那时它叫淤弥，在大汉帝国的西域政策里，它是一个关键的地理节点，掌管着丝绸之路南北两线的交汇口。再简单点说，谁控制楼兰，谁就拥有了通往东西方世界的主动权。当时的楼兰地理条件非常神奇，它不在黄河、长江边，也不靠近海洋，却有着自己的生命来源——罗布泊湖。那时候的罗布泊并不是今天这样一眼望去全是盐碱地，而是真正的水中绿岛。湖水清澈，河道纵横，附近的孔雀河和
车尔臣河给了它源源不断的水资源，草木茂密，牛羊成群，葡萄、胡麻、甜瓜样样能长。想象一下，丝路商队在风沙中穿行了数百公里，眼前突然出现一片绿意盎然的小国，那感觉就像沙漠里突然出现了星巴克和 WiFi， 楼兰因此成了商人们梦里的补给站。但绿洲从来都不是自然的恩赐，它更像一种随时会被收回的租界。罗布泊虽然供水稳定，但它靠的是季节性河流和内陆降水，极为脆弱。一旦上游降雨量减少，或是气候稍有波动，整个生态系统就会迅速崩塌。楼兰的衰落就开始于这些微不可察的小变化。最先察觉到异样的其实是楼兰人自己，他们开始在木简上记录一些奇怪的风，比如风卷水而北流，河道无声，草场浅根等字样。这些话在当时的官员眼里也许只是天气杂技，但在今天考古学者眼里却是气候崩塌前的警钟，水源开始不稳定了。曾经滋养整片绿洲的河道开始频繁改道，有的干涸，有的泛滥。罗布泊湖面逐渐缩小，鱼类减少，水质变咸。人们开始迁徙，畜牧业开始收缩，粮食储备越来越难维持。一切看起来很缓慢，就像你醒来时觉得床头有点潮，却没意识到天花板已经在渗水。与此同时，楼兰还陷入了另一个致命的麻烦——帝国的目光。汉朝和匈奴都盯上了楼兰的位置，两边都想要他归顺，却又都不愿意提供实质帮助。楼兰王左右为难，今天奉迎汉使，明天送礼匈奴。这种两边站的策略短期有效，但时间一久，谁都觉得楼兰靠不住。汉武帝干脆派出张骞、傅介子等人，先是外交，后是暗杀。一位楼兰国王被汉朝秘密处决，立了一个更听话的继位者。这种操作让楼兰彻底失去了作为独立政体的缓冲空间。汉朝开始在他的土地上设置官吏、驻军，甚至屯田。楼兰从一个自转的小星球变成了帝国边缘的一个卫星。更可怕的是，战争开始了。公元前1世纪，匈奴南下，西域动荡不安。楼兰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成为兵家必争的中转站。商队不再经过，驿站空了，市场冷了，老百姓为了活命开始逃离。楼兰的人口迅速锐减。据史书记载，在灭亡前，楼兰城中常住居民已不足2000人。一个城一旦没了人，它就不再是城。有传说说，最后的楼兰国王在一次北风吹袭中，站在城墙上，望着干裂的罗布泊湖底，手里还捏着一张写着“归附大汉”的诏书。他没有等到回音，只等到了风。那个风刮了3天3夜。当他停下时，整个城市已被掩埋一半。当然，这不是历史正史，而是后人的想象。但这种想象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楼兰的消失不是突然的爆炸，而是缓慢到让人无力的崩塌。等到1900年代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踏入罗布泊，看到的只是一片起伏不定的沙丘，还有断断续续露出的木柱和残瓦。他在风中找到一块半埋的碑，上面刻着“楼兰”2字。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整个西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里曾经有人住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楼兰古尸，就是在这片沙海遗迹中出土的。它的棺木没有宫廷的华丽，也没有黄金的闪光，只是些防风木板、麻布与一把枯枝。然而，正是这极其简单的构造，让它在干燥气候中被完整保存。我们说，它是楼兰最后的见证者，其实它不仅仅见证了楼兰的死，也见证了人类对命运的无能为力。她曾是那个世界里某一户人家的女儿，或许每天会为灌溉的水渠清淤，
会在夜晚祈雨，会站在葡萄架下听商队的铃声响起。而在他死后的1600年，他的城市已经没有名字，国家已经没有国旗，甚至那片湖泊也变成了一个谜，只剩下他在玻璃柜中静静地望着我们。所以他的眼神才让人震撼，他不是在看谁，他是在看空，空的楼兰，空的故土，空的预言。而那曾属于楼兰的最后一滴水，就这样在他的睫毛上蒸发了。他躺下的姿势太安静了，安静到让人不敢打扰，仿佛他刚刚从一场很长的舞会退场，鞋子还没脱，发簪还在耳后，轻轻歪头，准备小憩一回。可考古队员扒开沙土，打开棺盖的时候，他已经沉睡了1600年。这个画面让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慢动作，没有人大声说话，也没有人敢随便碰触。它不是一具尸体，它像是一段还没说完的历史。楼兰古尸的姿态是研究者最初着迷的谜团之一。他的双手整齐地叠在腹部，手指修长，指节自然，完全没有死亡抽搐后的僵硬痕迹。这种体态既不似病亡，也不像意外，更不像战乱中的逃难之死。他像是完成了所有事情，才静静选择了告别。这就带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可能：他知道自己要死了，而且他为这场死亡做了准备。我们从他身上的穿戴细节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首先是他所穿的长袍，用的是细致编织的麻纺布，颜色偏米黄，边缘有褐红色刺绣。别小看这些颜色，那时候染料可不是开瓶就有的东西，每一种颜色的背后都是植物的根、叶或花，要通过反复浸泡、加热、冷却、晾晒，才能染出那种朴实却耐看的色调。衣物下摆整洁，边线没有脱线，说明他的这身衣服是新做的，甚至可能是专门为这场安息准备的。有人发现他的袖口是略宽的，这种设计常见于古代贵族女性服饰，方便佩戴饰物，也代表一种仪式感。接着是他的头发，楼兰古尸的发量惊人，长而浓密，用麻线轻轻束成一个侧髻，发髻中插着一枚小骨簪。有学者判断那是一种身份标志，可能象征他属于某个家族，或曾担任某种职责，比如祭祀、教师、占卜师等。他并没有头饰上的华丽珠玉，但就那一根骨簪，足以传达出他身份的不凡。还有他佩戴的一条小皮带，宽不过2指，穿过腰间，系得很紧。那时候腰带不仅仅是装饰，他还常用于携带一些随身的小物件，比如火镰、小刀，或是祭祀用的小布包。但在他身上没有发现这些工具，这说明他已经不需要它们了。所有这些细节都指向一个场景：他知道自己将死，于是为自己的离去准备了一切，像是准备去一场远行。只不过这场远行是穿过时间，而不是空间。更妙的是他的脚，他脚上穿着一双毛皮靴子，内里还有填塞的草屑保暖。靴子尺寸非常合脚，鞋底用皮绳细细缝合，看得出是手工一针一线完成的。这种鞋在当时并不普遍，因为耗费时间，皮料又贵，通常只有身份较高者才穿得起。而他脚踝的位置用羊毛线围了一圈，有点像我们今天绑脚踝护套的样子。这种装饰有实用功能，也有审美意义，但在陪葬尸体上如此讲究穿戴，说明当时楼兰人对死后的体面极为重视。他不仅要走得安详，还要走得得体。这一切让人开始怀疑，他会不会不是一个被动死亡的人？他有没有可能是楼兰王族的一员，或者更特别一点，是掌握某种仪式权力的女巫？在古代，一位女性拥有复杂配饰与端庄装束，
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告诉别人他是谁。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指甲依旧完整，指甲缝中甚至有微小植物纤维残留。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如果他是自然死亡，而后被迅速掩埋，这种细节很难保存。唯有在极为干燥并且下葬速度极快的情况下，指甲这种脆弱部位才不易脱落。所以有一种猜测是，他死得很突然，却又没有挣扎，比如病逝，比如被选中牺牲，比如完成一种仪式后自愿归于死亡。听起来像神话，但在很多古老文化中确实存在用死亡完成仪式的角色。他可能曾在楼兰城的神庙中行走，为土地祈雨，为疾病诵咒。而当一切无法挽回时，他成为了最后的祭品，不是被迫，而是主动承担。他是最后的告别者。考古人员在他头侧还发现了2片柳木小片，上面用某种未解文字刻了简单符号。有学者大胆推测，这可能是一种护魂符，用于引导亡灵穿越风沙回到祖地。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身份就不只是谁家的女儿，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引路人。这具古尸不说话，却像在用每一根头发、每一寸皮肤诉说着他生前的精致和庄重。他不是被草草埋葬的，而是被虔诚安顿的。他死得不匆忙，也不潦草，他是在准备好之后闭上眼的，而楼兰城在他闭眼之后也跟着沉睡了。有一幅画曾描绘他的最后时刻，他站在干涸的河岸，望着远处飞起的风沙，身后是一间简陋但清洁的木屋。他将一件白色外袍披在肩上，然后向天一鞠躬，转身走入风中。那不是灭亡，那是赴约。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确认他真实的离世原因，但从他留下的这一切细节来看，他并不惊慌，也没有抗拒，他像是完成了使命，而后安详地合上眼。所以那姿势才会那么安静，安静的让你都不忍心打破。像是你轻轻走进一间无人打扫的旧屋，发现桌上还有人刚写到一半的诗，笔还未放下，墨迹未干。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身体，而是一整段正在书写却戛然而止的文明。有些人离开时寂静无声，但他身边的世界却吵闹得很。楼兰古尸并不是孤身一人睡进时间的沙床，那一片遗址里还有很多与他同时代或者更早些、更晚些的楼兰人一起静静地横躺在风中。只是他被记住了，而他们大多成了背景，可他们并不次要，因为他是谁，往往也要靠他们来拼图。考古队在罗布泊发现他的那片区域，名字很朴实，叫小河墓地，听起来像水边某个和平安静的地方，但其实那里连水影都没有，只有风吹沙裂的干土堆，一棵树都看不到。整个墓地被掩埋在几米深的黄沙下，挖掘时仿佛是在切开一层层遗忘的时间，可一旦扒开，世界就变了。小河墓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墓园，它几乎没有高大的墓碑，也没有家族标志式的陵寝，有的只是简单的椭圆形土坑，每一个坑里都藏着一位楼兰人的身体，而且他们的姿势很相似，大多躺在一块木板上，身体用布条或皮革包裹，头部朝西南方向微倾，像在倾听风声。更奇特的是，许多尸体头上都戴着帽子，有的是皮革包裹的圆顶帽，有的是羽毛缝制的冕状物。这种装束哪怕在现代人眼里也不算随意。更让考古人员头皮发麻的是那些陪葬木桩，在一些墓坑中，尸体上方插着3根或更多根立木，粗细如臂，高度不等。它们不是随便摆的，每根木桩都经过削尖处理，顶端有时绑着一撮毛发或骨质符号。
这种插标记的做法，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也有出现，一般代表对死亡的一种仪式标记，或者象征与神灵的某种联系。你会觉得这个场景有点魔幻，好像走进一场沙漠边缘的集体入梦仪式。但这里不是神话，这是考古。在小河墓地，至今出土的干尸超过100具，男女老少都有。有母亲抱着婴儿一起入土，也有老年人身披长袍，面戴布面掩饰容貌。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点，保存得出奇的好。他们像是整个城市在某一夜集体闭眼，然后被封杀定格。每一具尸体都是一张未曾寄出的信，纸张完整，邮票还在，只是收信人已经换了世界。楼兰古尸那种像还活着的状态，其实不是特例，而是一种现象。这片区域的气候干燥程度、沙质结构与空气密封性共同创造了一个天然防腐的时间真空。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连细菌都干到放弃的世界。尸体不会腐败，而是脱水、风化，最终变成一种柔韧的木雕。但他们都穿得这么整齐，也都戴着那么复杂的头饰，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学者们认为，楼兰人并不把死亡当作终点，而是一场进入另一国度的旅程。而这些服饰与配件，就是路上的行李。有人甚至提出一个更富想象力的观点：小河墓地可能是一个专门的灵魂送别地。楼兰人在生命最后阶段会被带到这里，在某种仪式后入葬。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小河墓地不是城市中的随机墓地，而是一个集中、有秩序、极具文化意图的埋葬场所。楼兰古尸之所以让人惊艳，不只是因为它本身保存得好，而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它周围的沉睡者，共同构成了一幅太完整的画卷。一个人如果孤独地被埋入沙丘，可能只是偶然，但一群人整齐地穿好衣服，摆好姿势，连睫毛都整齐地落在风中，这就是一种文明的共识。其中有一具尸体是个7、8岁的男孩，他侧身而卧，手中握着一小块干果，可能是葡萄干，脸上还残留一块压痕，是陪葬布条缠绕的痕迹。他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眼角向下，一副略带忧伤的神情。这种神情保存令人震惊。一个7岁的孩子在他最后一刻想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手里的那颗干果，像是他仍不愿放下的甜味儿，是这个世界最后的善意。还有一具年轻男子，约莫20来岁，头戴红布缠绕的发冠，身旁放了一张骨制的弓。他手握弓柄的动作极其自然，仿佛下一秒就要起身迎敌。有学者指出，这很可能是一位猎人或守卫。他的弓不仅仅是武器，更是荣誉的象征。而在某具女性干尸身上发现了涂有草本油脂的香膏痕迹，这种护肤行为说明她生前有条件使用精炼油脂保养皮肤，可能身份不低。她佩戴的耳环虽然已经氧化，但其构造精致，形状接近今天的圆环式耳坠。有趣的是，这种耳饰在汉地与波斯同时期文化中也存在，说明楼兰与外界并非封闭，而是高度交流的文明。所有这些他身边的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文明在沙漠边缘挣扎与告别的合奏。他们不是他的配角，而是他的时代。他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共同沉默。人们总喜欢把楼兰古尸单独拿出来讲他的脸、他的衣服、他的眼神，但真正让他眼神有力量的，是他身后那片早已失声的沉睡人群。他们一起完成了一个仪式，用身体留下风沙无法吹走的回忆。有人说，小河墓地就像楼兰的最后一堂课，而它
是这堂课里最安静却最醒目的那位学生。我们在他身上读懂的东西，其实都从他身边的同伴身上发芽。他们不说话，却一起构成一种悄无声息的合唱。这种合唱没有旋律，却有节奏；没有歌词，却有情绪。而他的眼神也正是在这种沉默中被赋予了1000年的重量。闭上眼，他看不见我们，可他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这是一场注定无法对话的沉默。在楼兰古诗的身边，曾出土过一些带有奇怪符号的木简、刻痕片和随身小件，它们并不像汉字，也不像古波斯文，更不像今天仍有人能读的任何已知系统。那些文字细细长长，勾勾绕绕，有的像鸟飞掠，有的像风华沙。有研究者说那是一种符记语言，有的则干脆称它为楼兰文，但到现在没人能读懂它。楼兰的声音可能真的被封在沙子里了。楼兰的语言最早有记载的是在汉代《西域传》中，当时记为言语一声，不与诸国同。这句话像一个提示，告诉我们楼兰人拥有独特的语言系统，不依附周边任何已知民族。这种孤语现象在人类语言史上并不罕见，像日本语系、巴斯克语等也曾是语言孤岛。但不同的是，那些语言在后代还有传人，而楼兰文断了根。考古发掘中有一个关键发现，让研究者激动又沮丧。楼兰木简，这些木简形状像削平的木条，大概1-2厘米宽，30来厘米长，上面用墨水书写字符，有些还有穿孔，显然是可以成册挂起。它们被发现时，大多数保存完好，可惜写在上面的字让研究者一筹莫展，看上去像字，却不是任何熟悉的字母系统。比如有一个木简，表面刻着5行字符，整体排列非常整齐，有横画，有斜勾，有重复的笔画符号，看起来极像一份官方文书或行政记录。但它既不像拉丁字母，也不像亚美尼亚文，更不像中古时期的突厥语。这种模糊感，像是你在梦里听见有人讲话，你觉得自己应该能听懂，可又一闪而过，抓不住。楼兰语言就有这种听懂不了的暧昧。有学者提出，这种语言可能是吠陀梵语的变体，或者是希腊化中亚文明传入后的混合方言。也有大胆设想说，这是古羌语的旁支，保留了藏缅语系的音节逻辑，但接受了印欧语词序结构。听起来很学术，可惜没有实证。为什么这么难破解？因为我们没有对照文本。你要破解一种古文，得先找到它和现代语言之间的桥梁。比如罗塞塔石碑上同时用古希腊文、圣书体和世俗体写同一段话，所以埃及文才被破译。而楼兰没有翻译，没有通用语，也没有留下一本楼汉字典。唯一的可能线索是在某几块木简上发现了简短的对汉翻写，例如有的词汇后面出现了一个甲字，疑似代表商人，但这也可能是后人批注或别国使者的标记。这意味着我们拿到的不是说明书，而是一张失落的诗集。楼兰古诗的口从未说话，但他一定讲过话，而他说的那种语言，如今只剩他手中的木简和他身边的器具可以去猜。就像你捡到一本密密麻麻写满字的日记，却发现全是火星文，没有人能翻译。更悲伤的是，楼兰人的语言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遗忘性失语。当楼兰城被放弃，人口四散，文化断流，那种语言就再也没有用户。不像拉丁语还有教廷维持，不像梵文还有僧侣传承。楼兰语从一开始就是封闭社区的产物，外人学不了，内人死光了，也就没了。楼兰古诗的舌头早已干枯，但他的沉默，也许正是我们听过的最响的声音。
现代学者试图用 AI 破译这些文字，建立字符频率模型，比较笔画走向，尝试音素模拟输入，但即使用上了最先进的神经网络，也不过是在无尽的海里摸索，没有同类语言， AI 也无从建模。于是我们换个思路，看他说话的方式。楼兰古诗的衣饰、发髻、腰带、配物，是否就是他表达身份的语句？那枚古簪是否就是一句话，我是巫者？他脚上的靴子，他闭着眼的神情，是否都构成了一种非语言的叙述？从这个角度说，他不是没有说话，而是我们听错了频道。考古学者常说，物证是最诚实的语言。那它的棺木结构、所躺的方向、尸体的保存方式、陪葬的木桩和皮带，就是他在讲故事，只是我们没学会怎么听。这就像看一场哑剧，演员没有一句台词，但你知道他悲伤、愤怒、幸福。楼兰古诗就是这样一位沉默的表演者，他用一具身体、一身衣服、一张脸，向后人讲述了一部无法朗读的传记。他没说话，可他说了很多，而那还未破解的文字就静静留在木简上，不吵不闹，他不等人，也不解释，只是等着某一天有人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敲开他的门。但即使这扇门永远不再开启也没关系，他的语言已经透过沉默传达到了我们这里，他没有发出声音，却让我们学会了倾听。你可能会觉得，一个城市的消失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轰地一声碎成黑暗中的尘埃。但楼兰不是那样，它没有燃烧，也没有爆炸，它是缓慢的、不带声响的沉进了沙子，然后从地图上淡了下去。可一个国家真的能彻底消失吗？楼兰真的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吗？在现代地图上，楼兰的名字确实已经抹去，甚至它的具体位置也曾让考古学家们争论不休。但它真的不在了吗？不，它只是换了方式存在，换成了风痕，换成了沙线，换成了一层埋在 GPS 底下的寂静。首先要知道，楼兰的消失是一个多维度的故事，不只是灭国那么简单。公元4世纪左右，楼兰彻底从官方文献中消失，它最后一次出现在东汉文献里，被称作西域36国之一，还被称为重地扼要。当时汉朝还在经营西域，丝路商队来来往往，楼兰仿佛还活着。但不久之后，一场难以逆转的生态巨变就此展开。从地理上说，楼兰的核心依托是罗布泊，那片因地处盆地最低点而聚水成湖的生命源泉。可随着塔里木盆地周边冰川逐渐退缩，季风路线微调，内陆河流的输水能力迅速减弱，孔雀河、车尔城河开始断流，罗布泊的水位日渐下降，楼兰变成了靠天吃风的孤岛。这里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数据，楼兰灭亡前的200年间，年平均降水从90毫米跌到了不足40毫米。你或许没概念，但对一个全靠水路养活城市系统的文明来说，这不是干了一点儿，而是快渴死了。但更致命的不是水，而是人心。当生态开始崩塌的时候，人口的流动就成了避难的本能。楼兰人开始分批迁徙，有的往西去了若羌，有的顺河而下往北投奔更大的绿洲群落，有人进入龟兹、鄯善，有人甚至踏上东归的路。他们带着语言、器物、歌谣、染色布，还有楼兰的味道，慢慢融进了别的文明中。所以你说楼兰是不是消失了？站在物理地理意义上，它确实城毁人空。但如果你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它只是改了名字，换了身体，继续活在人类的故事里。今天我们还能在若羌境内的一些部落中看到相似的编织方法，
还能在博物馆里的浮世陈列中找到源自楼兰审美的线条样式，还能在塔里木河边的葡萄园里听到老人讲的关于湖中之城的传说，那些都不是编造，而是流动的楼兰残影。甚至地质学家在卫星遥感图像中还能看到楼兰古城的城市网格轮廓，那是风沙盖不掉的痕迹。城市布局呈十字交叉式，主干道宽敞笔直，通向四方。这种规划感说明楼兰并不是一个自生自灭的集市聚落，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中心，有管理，有设计，有理想。而最令人心颤的是城市的城墙。城墙的遗迹如今几乎被黄沙吞噬，但考古队用遥感和地磁扫描技术发现了其完整范围。城墙厚达3米，由夯土与芦苇夹层构成，外有护壕，角落有哨塔。你能想象吗？在这样一片今天连鸟都少见的沙漠中，曾有一整圈环形的城防设施。楼兰人不只是要活下去，他们还要守住他们的世界，但这世界终究没能守住。后来有一支外国考察队带着 GPS 导航器与地质扫描仪进入罗布泊，站在疑似城中心的位置时，设备出现了干扰，无论怎么调整坐标，定位系统都失灵。有人笑说是沙漠信号差，但也有人开玩笑说，也许楼兰不想被找到。这听起来像故事，其实更像隐喻。一个文明的死亡从来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空，而是它主动退出世界舞台的一种方式。它不被看见，不代表它不存在。有一次，一位新疆本地的维吾尔老人带着研究人员走进一片沙丘区，他指着一块不起眼的平地说：“这里以前有灯。”“什么灯？”有人问。他想了想，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晚上会亮的，风吹它，它就晃。”那可能是他记忆里的楼兰，或者是他父亲听来的故事。那盏风吹就晃的灯不是真的灯，而是文化里一种不会熄灭的存在。楼兰在今天并不是彻底消失了，他只是选择了以痕迹的方式留下自己。他躲在地图边缘，藏在地下几米，睡在博物馆玻璃柜里，活在一句他眼神好像在等我的评论中。你说他还在吗？在，只是他不再讲话，而我们开始学着去听。风从哪里来，又将带走什么？楼兰的末路并不只有干涸的湖水和断裂的河道，那片土地真正的敌人是风，是那种不请自来又从不道别的风。你很难想象，一个王国会在一场接一场的沙尘暴中被一点点埋葬，没有火，没有冰，而是风把它送走了。现代气象学家在研究楼兰消失的原因时，发现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现象。楼兰周边的气候并非缓慢干燥，而是经历了极端突变。尤其是公元前后的几百年内，风力指数剧烈上升，沙尘频率翻倍。楼兰刚好站在这股风的咽喉口。当你站在罗布泊的遗址中，闭上眼，你能听见风掠过沙丘的声音。它不像海风那样柔软，也不像林风那样多情，而是一种干裂的呼啸，像刀片刮过骨头。那种风没有温度，也没有停歇的意图，它就是那样日复一日地吹走了楼兰的屋顶，吹塌了城墙，吹得房梁东倒西歪，吹得人心开始怀疑留下来是否值得。气候变化在楼兰身上表现得格外无情。根据地质考古数据显示，楼兰的湖泊面积在短短100年间骤降70%，地下水位下降超过3米，植被覆盖率几乎归零。这种速度不是像落日那样缓缓告别，而像是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脚下一空，整座世界往下塌陷。那是一场来自异地的风。科学家在沙层中发现了来自天山山脉的粉尘元素，这说明气候扰动并不只是局部现象，
而是整个西部气候系统在那段时期经历了一次全盘洗牌，天山降雪减少，冰川融水不稳，风从缺口中灌进来，直扑罗布泊。你可以想象，楼兰人本以为那只是又一场春风，但风过之后，葡萄藤蔫了，水渠干了，墙角开始崩塌了，连牲畜都开始拒绝靠近水源。而更致命的是风后沙，风吹沙走，这是常理，可那时候的风却是吹沙而流，沙一层一层堆上来，把道路覆盖，把水源封堵，把一座城一点点盖住。考古队在发掘楼兰古城时，就发现了连续7层风沙层，每一层都像是风暴留下的信。第一层，风来得小，小到人还能清扫；第2层开始堵门，第3层盖了半间屋，等第7层来了，整个城连轮廓都看不见了。楼兰人曾经试图抵抗，他们修筑挡风墙，用木栅栏把风口封死，用芦苇编织的顶棚挡住室内细沙飘入。他们甚至在城边种植成排的胡杨林，试图用根留住土。可这一切努力在风面前像是用纸壳挡住洪水。风大时，墙根都在晃，人在屋里听见风压过屋顶的声音，就像听见大军路过。而风不只是带来物理上的破坏，更带来心理上的崩溃。古人不是没经历过干旱，但楼兰人遭遇的是一种无能为力型自然灾害。风一吹，牛不愿走，马不愿吃，孩子脸上生出干裂血痕，屋子一天扫3遍都还有沙。你盖的房住不了3年就被风拆走，你种的田一夜间变沙地。久而久之，人开始逃，有人往西走，去龟兹；有人往南投奔更大的绿洲；有人向东求援，有人干脆不告而别。那些留下的人也变得沉默，他们修复房屋的速度赶不上风掀屋顶的速度，重新规划的水渠永远追不上风改变河道的脚步。最后的楼兰不是被灭掉的，而是被风吹空的。一个城市没了人，它就什么都不是了。风吹走了商队，吹跑了驿站，吹掉了繁华的外壳，只剩下一点点风化的记忆埋在沙下，连屋顶上的瓦都变成了风中游走的骨头。而这也许是楼兰古诗眼神中那一丝悲悯的来源。他看过那风，他知道那风，他可能就是在那风声最响的一天闭上眼的，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明白再睁开也没什么好看的了。这让我想起一个出土的小物件，一块刻有弧线图案的骨片，图案像风吹起沙浪，又像是一只手挥别的动作。有学者说，那可能是一种古楼兰的风神符，用来祈求风停。那片骨片被发现时，就放在一具男性干尸胸前，他死得干净利落，衣着整齐，像是在告诉人们，我已经送走风了。可风没走，人走了。我们总以为风是没有记忆的，但楼兰证明了风会带走一切，也会记住一切。他记得你盖的房，也记得你盖不住的时候的眼神，他记得你曾试图留下的执念，也记得你最终放弃的那口叹息。所以当我们今天站在那片荒凉的沙海中央，看着风吹过残垣断壁，其实风里早就藏着所有答案。楼兰不是被什么打败的，是被风带走的，而那风直到今天还没停。如果你站在楼兰古城残迹中央，闭上眼睛想象过去的日子，你会听见驼铃响，它不是幻觉，那是丝绸之路上曾经最真实的节奏。楼兰，这座如今只剩风沙和废墟的古国，在2000年前却是东西交汇的喧嚣驿站，是商旅流浪者的中转梦境。我们习惯把楼兰想象成一个西域的孤岛，一块孤独地死在沙漠中的文化碎片，可实际上它曾是一条条路线交错的十字口，是天涯尽头有人等的地方。在丝绸之路的整个架构中，楼兰的地理位置简直像是命运特别安排的一张中转签证。
它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缘，北接吐鲁番、哈密、西连库车、烟岐，南通于田、莎车，是南北通道和东西干线交汇之处。所有从中原出发想去波斯、罗马、印度的商队都不得不拜访它一下。你想象一下，在风沙中赶路10几天，皮肤晒裂，水带干瘪，脚底起泡，然后你翻过一片低丘，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排排黄泥夯墙，一座座带圆顶的房子，一片葡萄园轻轻晃着枝条，风里传来皮囊酒的酸香。那一刻的楼兰是人间驿站，是沙漠里的幻影绿洲。所以楼兰不只是活着，它是繁忙的，它是热闹的，它是过客很多的。考古人员在小河墓地和楼兰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异域物品，来自波斯的玻璃珠，来自大月氏的铜镜，带有罗马风格花纹的陶器，印度风格的石雕图案，还有中原地区特有的漆器残片。这些东西不会自己走进沙漠，他们是被人带进来的，被交易、被转手、被交换故事。楼兰是一个文化十字口，每一个过客都给他留下一点印记。楼兰人也不是死守在地头的土著，他们善于吸收、改造、融合。比如他们的房屋结构融合了中原的中庭通风结构和西域的半地穴式东藏设计。他们的衣饰风格既有波斯的垂挂式布纹，也有东汉时期流行的高襟长袖，甚至语言也被异乡人熏染的多样化。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破译楼兰文，但在出土的简牍中能看到楼汉混杂、音近自通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简牍里可能夹着3、4种不同语言的元素，这不是混乱，而是流动性极高的文明才会出现的多语并存。这说明楼兰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孤独小城，它是一张无形的社交网，是东西方文化互发的邮箱。而这些流浪者们给楼兰带来了什么？除了金银财宝、宗教观念、建筑工艺，还有一种关键的东西：命运的加速度。越是中转的城市，越难长久。楼兰的兴起靠的是地理，靠的是别人必须经过它，但也正因如此，它注定是附着在大国之间的过渡站。汉朝强，它靠汉朝；匈奴压，它向匈奴低头。前脚刚向东鞠了躬，后脚就得跟西边问个安。这样的日子看似灵活，其实极危险。楼兰王室就像一个被夹在巨人脚下的小小人形棋子，今天让你进贡，明天命你迁徙，后天又来一个使者，要你表忠。你不表态，杀你；你表态错了，更快的杀你。公元前77年，楼兰王位图奇被汉朝特使傅介子酒后刺杀，这是历史上极罕见的一次暗杀式外交，可见当时中央朝廷对楼兰不稳定态度的零容忍。那一刀不仅结束了一位国王的性命，也标志着楼兰真正失去了独立的可能，它成了路上的人家。考古中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在楼兰遗址的一处民居残迹中，考古队发现一只陶碗，碗边用刀刻了一句话：字迹风化严重，但经放大处理，大致为盼来人。短短3个字，是一个普通人对商旅之路的渴望。也许他是店主，也许是游艺小吏，也许只是一个老婆婆，他们都在等着下一支驼队进城，等着新的消息、新的故事、新的交易。楼兰的呼吸节奏完全取决于这些流浪者的脚步，只要有队伍来，他就活；没人来，他就像门前没有客人的小茶馆，椅子永远是空的。当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路线开始往北移，吐鲁番、哈密渐渐替代了楼兰的角色，商旅不再绕远，从更适合人居的路线通行。楼兰就像被改造的江边小镇，客栈没人住，葡萄没人采，连唱歌的人都不来唱了。流浪者离开后，楼兰就只剩回音了。
而楼兰古诗就是那个回音里最清晰的声音。他的衣裳精细却低调，像是过惯大场面的人；他的发髻稳重却别致，像是常与异族交流的人；他的神情安静却不怯懦，像是见惯了离合的人。或许他见过罗马商队的长跑，也听过波斯诗人吟诵的口音，他可能接待过汉使，也可能在神庙为远方旅人点过灯。他是流浪者的接待者，也是楼兰的目送者。而他的眼神之所以那么让人心碎，大概就是因为他亲眼看着那些流浪者一个一个的走远，再也没回来。楼兰不是死于衰败，他是死于被绕开。没有人打他，没有人烧他，他就这么一点一点失去了被需要的理由。而那个曾经喧嚣的像集市的城市，最终只留下他留在风的中间，替所有离去的人守着一座已经没人走进的城。他闭着眼，但我们都忍不住猜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楼兰古诗最令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地方，不是他保存的多完美，也不是他穿戴的多考究，而是那双像没睡透的眼。他没睁眼，却让人觉得他随时会睁；他没看你，却让你觉得你正在被盯着。那种神情不是死后的空洞，而是临死前的思考，像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想完。于是有人忍不住问，他在想什么？他看到的楼兰人是谁？楼兰古诗并不说话，他的眼神中却埋着极复杂的情绪层次。那不是单纯的悲伤，也不是恐惧，更不是祥和。那种神情像是知道太多的人，在命运到来前的最后1分钟仍旧不肯闭眼。他的眉心略蹙，嘴角微压，睫毛覆盖在微凸的眼窝上，透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张力。在他的眼中，可能有一整座城池，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时代背景来拼出他眼中的楼兰人是什么模样。首先，楼兰人并不是孤岛民族，考古发现表明，楼兰的居民具有复杂的族群混血特征。通过对多具遗骸的 DNA 分析显示，他们有来自中原的汉族基因成分，也有中亚的印欧人种特征，还有少量西伯利亚和南亚基因。这意味着楼兰人是丝路混血，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居民。这也解释了为何楼兰古诗五官如此立体，高鼻梁、深眼窝、嘴型分明，几乎带着现代人称之为西式面孔的特征。他所在的那个社会不是血缘单一的族群聚落，而是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文化拼图。他身边可能有说突厥语的邻居，有写汉简的老师，有唱波斯调的乐人，也有来自天竺的医生。而他可能就是这座城市共同体精神的象征。考古队在他出土不远处还发现了一块写有供水约的木简，内容是几家住户对灌溉水渠分配顺序的记录。这种东西今天听起来平常，但在古代极为罕见。它说明楼兰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共治意识，大家要一起生活，就得一起守住水，一起分食土地，一起决定去留。他眼中看到的楼兰人大概是这样的一群人。早上一开门，邻居家的婆婆在葡萄架下晒红枣，巷子那边的铁匠正用波斯手法打制香炉，小孩从胡杨林里捡柴回来，顺便带回一兜干果。黄昏时，穿着汉服的学者在广场角落读简读，一边的商人用丝巾包着刚换到的琥珀，远处传来驼铃。驼铃后是新故事。楼兰的居民不是被统一的秩序压制的，而是亲自治行。他们依赖城墙保护，却不依赖帝国行政；他们有宗教信仰，却不建立神权统治；他们有贸易网络，却没有经济垄断。这种结构极其适合沙漠地带的生活方式，流动、开放、灵活，所以他的眼神里没有奴役的阴影，也没有权力的光。那是一种市井人的眼，是见惯了人来人往，
看透了热闹喧嚣的眼。他看过节日的鼓舞，也看过死亡的送别。他见过孩子出生，也见过老人埋葬。他知道希望，也见识过崩塌。他看到的楼兰人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一群普通人，而这种普通正是他最不普通的地方。在大多数古诗给人留下的印象中，要么是身份显赫，要么死得惊天动地，但楼兰古诗却是一个没有传说的人。他不是王，也不是巫，不是将军，也不是烈士。她只是一个在街头也许会遇到的女子，一个可能在市集卖瓜，在庭院缝衣的生活者。她的头发没有高冠长势，只有一根简约骨簪。她的腰带不是仪仗级别的皮带，只是一圈羊毛线。她的鞋子是穿过的，有磨痕，不是陪葬才新做的。她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了一个词：生活过。所以他眼中看到的楼兰人也不是历史里的角色，而是真正的人，有想法，有欲望，有苦乐，有选择的人。而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神才那么动人。那不是被迫害的眼神，不是挣扎的眼神，也不是期待神明救赎的眼神，而是一个普通人在临死前仍在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的眼神。他可能在想，昨日还在的邻居怎么说搬就搬？昨日还是绿的葡萄，怎么今天就不结了？昨日还喧闹的巷子，怎么一夜之间安静的只剩风声？他不是悲剧的主角，却像是整个城池命运的见证者。在所有人都逃走、都离开、都消失之后，他留下了，不是为了成为象征，而是因为他来不及走，或者根本不想走。他把眼睛闭上，是因为他已经看过一切，而那一切就在他脸上那副宁静又沉重的表情里，被封存成一个看过的姿态。我们今天站在他面前，忍不住想问：你看到什么了？你想告诉我们什么？你是不是在那个风起的下午，站在街角的葡萄架下，望着空城，心中一片难以形容的空？你有没有想过，等风停后，大家会回来，可你等着等着，眼皮重了，于是就睡着了，而醒来时已经过了1600年。他的身体太完美，完美的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场误会。1600年过去，皮肤虽干但完整，五官虽瘦却清晰，连睫毛都还规整地浮在眼窝上。你甚至能从他的鼻梁线判断他年轻时是否会微微仰头说话。可问题是，楼兰古诗为什么能保存得这么好？风沙固然是个因素，但真的仅仅是运气好吗？还是背后有人动过手？我们习惯将它归为自然干尸，毕竟罗布泊的干燥环境、强烈日照和盐碱土质的确为尸体脱水保存提供了极佳条件。但考古队在整理它的下葬环境时，却发现了一些人为保留的痕迹，让这具干尸是否完全自然产生变得模糊了。第一处异常是他所躺的床，那不是普通土坑，而是用木板铺底的结构。木板不是松散地摆在那里，而是经过整齐排列，并用干草层做隔垫，显然是有意识地隔绝湿气，保持通风。更细致的是，他头部下方还放置了一块略高的木托，像是枕头，轻轻抬高他的颈部，保持一种睡姿。这种对姿态的在意，不像临时埋葬，更像是某种葬仪流程中的细节设计。第二处异常是尸体表面的残留油脂。楼兰古尸全身包裹在一层极薄的脂膜状物质中，初步检测为动物性油脂混合植物提取物。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古人用于净身与防腐的混合膏体，功能上类似今天防腐剂与保湿霜的合体。这种工艺早在古埃及、南美、印加文化中就有出现，用油封住皮肤表层，隔绝空气，
减缓脱水速率，楼兰人很可能掌握了类似的技术。第三处异常是他口鼻部的干净程度。一般自然干尸口腔中多有泥沙侵入，但他的口腔内几乎无沙粒，牙齿排列整齐，无移位，甚至还有残留舌根。这说明他在下葬时头部周围做了特殊封闭处理，可能是用布包裹，也可能是临时封蜡或草树填口，以防异物进入。这类处理方式在祭祀型葬礼中极为常见，通常用于保护灵宇之门，即让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讲话。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绑缚痕迹，这意味着他在死后没有被捆绑，而是被自然放置。这种尊重姿态常见于贵族、长老、巫师或被特殊保存的人物。于是，一个可能浮现出来，他不是被动保留，而是被精心保存。也许他的身份在楼兰社会中拥有某种象征意义。他的死亡不是偶然，而是仪式的终结。他不是被风沙保住的幸运者，而是整个文明在沉没前有意识留下的记忆之体。这种人为加持的可能性并非空想。考古团队在其他同批干尸中也发现过相似迹象，比如某具女性干尸，胸前压着一块浸过油的羊皮，用作心印保护；又比如一具男尸，鼻腔内填有草屑混沙，据说是防虫措施。这一切说明，楼兰人在埋葬时，并非只是就地掩埋，而是具有完整的尸体处理观念。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谁做了这些事？如果楼兰临近灭亡，那段时间资源稀缺，人心不稳，谁还有心思如此细致地处理尸体？答案可能在于角色。如果他生前担任某种精神领袖或是重要宗族的守护者，那么他的死亡就不再是个人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的落幕。他的保存就是一场精心布置的传承装置。他的身体成了一部肉体文献，这部文献里有纺织技艺的细节，有化妆品的配方，有工匠用油膏处理皮靴的经验，还有埋葬者对天命与死亡的理解。他的眼睫是当地人如何处理毛发的证据，他的指甲是生前劳动或闲适生活的缩影，他的头皮完好是楼兰人用何种草药洗护发的侧写，他从头到脚都是线索。所以现代研究者对他的分析几乎到了像解剖博物馆又像民族志研究的地步。显微镜下，他的皮肤细胞结构显示出曾经的生活习性，饮食偏干燥，谷物比例高，水资源摄取少但稳定。牙釉质内的微量元素证明他曾长期摄入低矿物质水源，与楼兰逐渐盐化的水系统吻合。你看，一个人死后还能说出那么多细节，说明他生前活得太具体，而就是这种具体成了保存他的最大原因。他不是某个特殊的存在，而是那个时代的浓缩体。他的身体就是楼兰自己的最后陈述。文明不灭于一夜，而是渐隐于一个个细节里，而它的保存是那些细节最后的集合。所以它完好不是奇迹，而是必然，因为它就是那群人不愿被忘记的意志集合体。他们不能带走城，但能留下它；不能保存所有人，但能保住他这一句；不能告诉后人他们是谁，但能让我们看见他的脸，从他那里读懂一座城最后的温柔。他并不孤单，他身后有整个文明帮他完成了最后的演出。他脸上的妆容令人难忘，不是艳丽夺目，也不是鲜明高调，而是一种柔和细致，几乎被时间抚平却仍有痕迹的存在。他闭着眼，眉眼线条依旧分明，嘴唇微抿，却有着淡淡的红润感。考古队员第一次见到他时，曾在笔记上写下，像是刚化完妆的小娘子，只差一丝香气。这并非浪漫化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考古发现。
楼兰古尸的面容上残留有多种非自然着色的痕迹。首先是眼部周围那一圈颜色略深的色晕，不是尸斑，也不是自然风化，而是一种粉质沉积层。在显微分析下，其中包含氧化铁、动物、骨粉与少量植物染料颗粒，这三者混合在一起，很可能就是古人用于化妆的眼影替代物。氧化铁呈棕红色，能制造出温暖的阴影；骨粉增加附着力，植物染料提升色泽稳定性。这种组合不复杂，却极实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妆容的分布范围极讲究，从眼尾微挑至太阳穴位置，没有延伸到颧骨以下，说明施妆者对面部比例、轮廓走向有明确审美，非临时涂抹，也非匆忙上妆，而是一个有经验的手在认真完成工作。那也许是他自己，或者是为他送行的人。而唇部的残留色泽更令人惊讶，一般干尸的嘴唇部分最先失色，而它的唇线依旧可辨，且带有淡淡铁锈红感。这可能来自一种红土染料，在某些西域文化中被称为地珠或赤泥，与中原胭脂不同，不需研磨，仅需用棉团蘸取涂抹即可。若再加入少量动物脂肪调和，则更易在干燥环境下保色。这纯色在它的沉睡中成了它身份的一种延续。因为在楼兰文化中，是否化妆、妆容精致度、色彩搭配，往往暗示着女子的社会角色与个人地位。一般平民女性不施妆，或仅以灰土轻抹，而贵族、巫者、祭司等必须拥有仪容规范，尤其在重大仪式或临终前夕，会有女性亲属或巫术助手完成全套面容修饰，以体面进入另一个世界。她的妆就属于后者，但妆容不止于脸，她的发际线处理更为细腻。出土时，她的头发依然整齐分布，前额发根处还残留梳整痕迹，有几缕编发绞线痕，说明她在死亡时头发已被重新梳理过。楼兰人对发型极为重视，尤其女性死前往往要用草灰水清洗头发，再以麻线梳挽。她的侧髻造型既稳固又朴素，说明发髻编完者技艺娴熟，也反映了她在社会中的稳定身份，既不高调浮华，也不粗陋敷衍。她耳边没有发现大型耳饰，但左耳廓内壁有微小穿孔痕迹，且有绿色氧化痕迹残留，这通常是铜制耳饰长时间佩戴造成的。这说明他生前确实佩戴过金属耳环，只是在临终或下葬前被取下，或许是作为家族纪念物保留，也可能转赠亲人。这种取下遗物的动作意味着他不是一个被遗弃的人，而是一个被送别的人。有人说他是祭司，有人说他是王族，但无论他是谁，他的妆容都说明了一点：他生前被在意，死后被尊重。他脸上的每一笔都不是随手描画，而是一种礼仪的延续，是身份的标记，是族群的记忆作业。考古人员在他棺内还发现一块极小的镜片，虽已破损，但经修复可见。其原为铜镜，背后刻有波纹纹饰。铜镜是身份象征，但更是化妆工具。这镜片不大，却足以照出一个人的脸。这也说明他临终前确实可能照过镜，有意识地整理了最后的自己。这种行为背后不只是审美，而是信仰。在楼兰人的世界观中，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归队，回到祖先身边，回到灵魂之所。而归队之前，必须整理仪容，不能以污面见祖，不能以蓬发赴黄泉。这种仪式观念是楼兰人对死亡极为有序的体现。他的妆容不妖艳，却传神；不浓重，却坚定，像是对死亡说：“我准备好了。”像是对世界说：“我来过。”像是对后人说：“请别忘记，
活着的时候，我曾认真的梳头、描眉、抿唇，然后才闭上眼。这也是为何他让人震撼，不是因为他的妆容多复杂，而是因为我们在那张干燥的脸上看到了认真生活的痕迹。在那个风可以把城市吹走的时代，在水可以把希望冲淡的土地上，他仍为死亡这一天画上了最后一道眉。而这种从容的体面，才是他眼神中最深处的那一笔。楼兰是荒漠中的谜题，但他从来不是孤岛。我们习惯把它想象成独自沉默的文明，仿佛四周都是沉默的黄沙，只有他一人被时间遗弃。可事实上，他的命运和周边那些古国紧紧纠缠在一起，如同一根丝线上的节点，一动皆动。它曾是众多文明路过的驿站，也曾是多个王国争夺的资源宝地。它的消亡不只是自己的选择，也是大时代翻页时一颗随风飘零的棋子。最直接的联系是它与汉朝的依存关系。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楼兰就被牢牢纳入汉帝国的战略视野。它作为中转站，连接东汉与西域36国，是重要的情报、补给与外交驿点。《汉书》记载，楼兰虽小，扼要之地，这是战略要地的注脚。而汉朝对它的重视，既体现在使者往来频繁，也体现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傅介子刺王事件上。一个王被特使亲手暗杀，在汉朝历史上极为罕见。楼兰的独特位置，让他既无法彻底归附，也无法独立自主。除了与汉朝的千丝万缕，楼兰还与周边诸国保持着复杂的关系网络。北有车师，东有鄯善，南有于田，西有龟兹。这些国家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文化互通，商贸互联。楼兰作为他们之中的枢纽，与他们共享宗教影响、语言杂糅、工艺传播，甚至一起遭遇过气候危机与战争动荡。考古中就有许多交叉痕迹。在楼兰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有不少与鄯善窑烧制风格相似，说明两地在生活器具上曾有深度交流。而某些墓葬中使用的卷草纹图案与龟兹石窟壁画极为接近，可能是宗教图腾传播的结果。至于纺织物上的几何印花风格在若羌、和田也有发现，其纺织技术多为共通的纬边样式，说明在穿什么这件事上，楼兰并不孤立，而是参与了当时时尚的东传西进，甚至语言也显现出互动的痕迹。虽然楼兰文未能破译，但其结构中夹杂着不少外来字形，如丘词语中的环绕式笔画，中原汉简中常见的介音字，突厥语中的音节重复模式，这些都可能是多语言环境下语言变形的结果。楼兰人在沟通上必须多语切换，这使得他们成为东西方文化信息的缓冲器与翻译机。宗教层面，楼兰亦深受邻国影响，佛教从龟兹一路传入，经楼兰而东行，成为日后敦煌、长安的信仰基石。而楼兰墓葬中发现的某些莲花纹饰和坐佛石雕虽简陋，但已具备佛教艺术的基础形式。与此同时，在南边于田盛行的摩尼教和仙教元素也在楼兰的随葬物中有所反映，尤其是一种星形图案的铜片与仙教光明之火信仰密切相关。这说明楼兰人并非单信一种宗教，而是接纳多种教义共存，形成一种极具包容性的信仰体系。而这种文化调和也体现在他们的生活细节里。考古学者曾在一具女尸随葬品中发现一种坠珠耳带，结构复杂，珠子排列既有突厥式的长圆铜珠，也有中原工匠精致的玻璃串珠。这种搭配几乎可以确定是文化交流产物，而非某地单一风格的代表。他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潮人，佩戴着融合多地风格的饰品，在小城中穿行，与来自西边的胡人商队讨价还价。
经济上，楼兰与周边文明的互动更为频繁，他们依赖于西来的葡萄种子、羊毛纺线，也输出东来的丝帛、陶器与歌舞。楼兰女舞者曾被记载为善旋舞，身姿灵巧，技巧融合了秋词音乐与中原节奏，被各国商队带去他地演出。一个来自沙漠绿洲的姑娘，穿着楼兰剪裁的长裙，在龟兹王宫舞出火旋步。你说她是楼兰人，还是丝路的使者？楼兰的衰败与周边文明的改变已密不可分。当吐鲁番成为新中心，当龟兹兴起新的交通线，当汉朝撤退，西域经营重点，楼兰便渐渐被边缘化，不再有驼铃驻足，不再有商队歇脚。那些曾给予他文化与资源的邻居，一个个不再经过，他就像被遗忘在路边的小旅店，灯还亮着，却没人来住。楼兰古诗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些关系的缩影。他穿的是融合风格的衣服，躺的是融合信仰的棺，身上戴的是多元珠饰，脸上涂的是东西融合的妆。而他闭着眼不说话，却仿佛在告诉我们，我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我是好多文明的交汇口。他不是楼兰人，他是所有曾来过楼兰的文明的目击者。楼兰没有大军，却被卷进一场又一场悄无声息的战争。他不是兵强马壮的霸主，却总在大国博弈之间首当其冲。他既不是挑事者，也从不是旁观者。作为丝路上的交通要冲，他无法置身事外。楼兰的灭亡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太有用。他被当作工具，视为通道，最后在一次次利用与抛弃之间，被悄悄推入了历史的黑夜。在大汉帝国崛起之初，西域是遥远的边陲世界。张骞出使西域后，楼兰就被迅速标注在中央地图上。它的位置太好，居塔里木盆地东南，南通于田，北连吐鲁番，是商队穿越沙漠前的最后补给点。谁控制楼兰，谁就掌握丝路东段主动权。大汉看上他，匈奴也看上他，一个要让他通关纳贡，一个要让他供粮供兵。楼兰被夹在中间，左右摇摆，随风倒。起初，楼兰王族尝试左右逢源，表面归附汉朝，暗中送礼匈奴。这种策略短期有效，得到了两边贸易通行的好处。但时间一久，汉朝察觉其心口不一，再加上中原内部政治趋于强硬，决定干脆解决掉这个不稳定因素。公元前77年，傅介子被汉宣帝派往楼兰，带着金帛和酒器作为国礼，行刺楼兰王位屠齐，一刀刺中喉咙，当场毙命。史书记载，此次外交刺杀完成后，傅介子把王的头带回长安。汉朝随即立楼兰王之子为新王，改国名为鄯善，彻底将其纳入汉朝势力圈。这种处理手法在今天看来冷血至极，却是汉帝国边疆策略的一部分。哪里动摇就彻底换血，但这种强行整编并没有让楼兰真正安全。虽然有了名义上的归属，但它依旧是棋盘上的薄片。不久后，匈奴大军南下，多次突袭楼兰，与其临近绿洲。楼兰作为通道，成为首批被洗劫的城市之一。有一年，楼兰城外一个葡萄园被放火焚毁，烧了整整2天2夜。葡萄熟了，还没来得及酿酒，就被战争化为焦土。考古人员曾在楼兰古城外围发现大量烧焦木梁与碳化墙体残片，并在其间发现多具未下葬的人骨。这些人死时毫无准备，或在屋内，或在巷口，姿势混乱，死因多为外伤。这说明至少有一次战争打到城内，且突袭性极强。这些人很可能是楼兰被波及的平民，是这场大国博弈中最底层的牺牲者。更残酷的是，楼兰没有自己的军队体系，他依靠的是
雇佣制守卫，由邻近国家或商队保护城市安全，代价是开放贸易通道。这种外包安全的结构在和平时期或许高效，但在战争爆发时就如同空壳。战争来临时，保护者先跑，留下的是手无寸铁的居民与不设防的街巷。而当丝绸之路上的权力结构转移，楼兰被进一步边缘化。公元4世纪以后，南线逐渐衰弱，北道经吐鲁番、哈密成为主通道，楼兰再也不具备战略价值。过去因其关键位置而享有的物资优待、政治支持、军事保护都开始撤离。一座靠地利而兴的城市，一旦失去地利，便什么都不是。这种命运非常现实，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而是因为你的位置不再重要。你曾被保护，不是因为你珍贵，而是你可用。楼兰最终明白了这点，但那已经太迟。当国家不再派兵，商队不再经过，邻国不再送礼，楼兰就真的孤立了。考古学家在楼兰遗址城门附近发现最后一块通行木牌，内容写着“草驮未归，水待筹”。这似乎是一个告急标记，意味运输未回，水源将尽。写下这几个字的人，可能在等一个补给队，也可能在等一场不再来的援军。最终，他也没等到。楼兰古尸也许就是那段日子的亲历者，他的衣着整洁，但鞋底破损严重，说明他在死前或曾走过远路。他的背部肌肉结构显示长时间负重，也许曾搬运过水源、柴薪。他的指关节磨损微弱，说明他不曾从事重劳作，但一定生活在危机四伏的末期社会中。他脸上的平静，可能是认命，也可能是倦怠。他不是在刀剑下死去的，但他的死亡本质上是被战争间接抹除，不是被人杀死，而是被时代遗弃。楼兰就这样彻底失声。等到唐朝盛世再度东望西域，楼兰已被归入沙海之地。等到玄奘西行取经，楼兰只剩名字，连废墟都找不到。在之后的几百年，地图上他的名字被涂掉，纸上的他变成注脚，现实中的他彻底埋入黄沙。直到20世纪初，斯文赫定带着探险队穿越罗布泊，踩上那片碎瓦间的废土，才有人重新说出这就是楼兰。而楼兰古尸的脸也在多年后被重新看见，不是他睁开眼，而是我们终于学会看他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战争的残暴，却有战争留下的寂静。他没有喊叫，没有挣扎，没有逃离，他只是看着，站着，然后在风起的某日坐下，躺下，睡了。也许他是在等战争停，也许是在等人回来，可没人回来，只有风还在。楼兰古尸静静地躺在玻璃掌柜中，现实已将它包裹得密不透风，但人类的想象力却越过千年，在他的沉默中添加了无数声音。他从一个考古发现变成了艺术家的灵感源泉，小说家的角色模板，影视剧里的隐喻，甚至梦境中的神秘象征。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却在人们的讲述中说出了成千上万种可能。楼兰古尸的第二次苏醒，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文化中。他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1980年代末，一张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特写照片刊登在国际杂志封面。那是一张黑白照片，背景是模糊的沙丘与棺木边缘，而他的脸占据了整个画面，闭着眼却像在凝视，嘴唇紧闭，却有未说完的话。那张照片在摄影圈被称作沉睡的文明，它一出震动了全球。之后有关他的图像被不断重绘、再现、加工，艺术家用水彩描他的眼影，雕塑家复原他的侧颜，博物馆请 3D 建模师制作他生前的脸。那个模糊轮廓的女子从干尸变成了她，再变成了楼兰的象征。她的面容在二次元手绘中变得更加柔美，
在小说封面上被描绘得像神女，在视频平台短片中成为沙漠中的精灵或守护灵，文学创作更是对她着迷不已。许多作家以她为灵感，创作出诸多设定。她是楼兰最后一位巫女，被选中以身祭湖。她是商队首领之女，在战争中自愿留下保卫城市。她是一个普通少女，却因被预言眼中藏锋，成为被供奉的敬神。她甚至是某个西王母庙的看门人，死后化为神迹的化身。每一个版本都不真实，却都无法被否认。而在影视领域，它更成了一种神秘氛围的视觉代名词。你在纪录片中看到它作为历史碎片的见证者，你在玄幻剧里看到一位面容相似的角色在沙海中守着一座消失的城，你甚至会在某些穿越题材中听到角色惊叹。他的眼神就像楼兰古尸，他的名字成了时间穿透者的代称，不是惊悚，而是悲悯。在这些想象中，人们投射了太多自己想说但无法说清的情感。楼兰古尸成为一种容器，装载现代人对过往的怜惜，对失落的恐惧，对历史之美的敬畏。它成了记忆的化身，同时也是人类失联感的投影。在这个信息爆炸、城市闪耀的世界，人们却在一个沉默的古人脸上看见了内心最安静的那一部分。更有意思的是，楼兰古尸也被再生为现代 IP 形象。博物馆推出了以它为灵感的文创商品，手机壳、马克杯、帆布包，甚至盲盒玩偶和香水。那个穿着古袍的女子成了印花图案，印在年轻人的日常用品上。有人带着她形象的耳环上街，有人拿她形象的贴纸装饰笔记本。她从文化遗产变成了流行符号。有人说这是一种消费文明，但也有人说这是让它继续活着的方式。毕竟一座消失的城，它最怕的不是被遗忘，而是再也无人讲述。楼兰古尸被一次次讲述，不管形式多么商业化，至少说明它还在。它活在我们的话语中、画笔下、文字里、屏幕上，甚至在梦中它也出现频繁。有观众在纪录片后留言说，昨晚梦到他站在沙丘上看我一眼，然后转身走进风里。还有人说，他的眼神一直在我脑子里，像是我某一世的亲人。这种亲切的陌生感让楼兰古尸成为了一种梦境角色，他不是亡者，而是记忆的来访者。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时间代入性幻觉，即人会把无法解释的静态事物赋予动态情感。这正解释了为何我们对楼兰古尸如此着迷。他什么都没做，却像是做了很多。他没有讲话，却仿佛一直在对我们说话。他不是我们的人，却让我们觉得我们认识他。这就是文化想象的力量。它让一个考古发现变成了文化母体，让一具干尸成了一道流动的情感入口。它不是等着被研究的对象，而是主动出现在梦中的角色。而这种想象也悄悄改变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它不再是史书里的注脚，而是沉默里的主角。它不再是过去的证物，而是现在的灵魂。我们不再只关心他生前谁爱过他，他是否贵族，他是否为神。我们开始关心他孤单吗？他是否害怕过？他真的准备好死了吗？楼兰古尸已经不只是楼兰的，它成了所有被遗忘过一次又被重新想起的人类的象征。它替那些无名者说了一句晚安，也替那些在梦中徘徊的文明留了一束光。他的眼神为何震撼世界？他闭着眼，却比无数睁开的眼更有穿透力。他沉默无声，却在全球范围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讨论与凝视。无论是考古现场的第一眼，还是后来的照片、展览、复原、重建，那股压不住的震撼感一直都在。是它太完美、太古老、太神秘，还是人类其实在他眼中看见了自己？让我们先回到最初，1979年，
他刚被发掘的那一刻。考古人员不是没见过干尸，却从没见过一具如此完整又温柔的存在。她不是僵硬的遗骸，而像刚入睡的女子。她的神情不是死亡带来的放空，而是生前最后思索的一瞬。她知道自己要走了，但还想多看一眼这个世界。那一眼被时间冻结了，冻进骨骼，冻进血肉，冻进我们后来看见她的每一个人心里。震撼，首先是因为熟悉，她太像我们了。她不是埃及木乃伊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造像，也不是中世纪那种面目全非的考古碎片。她是一个人，一个你走在街上可能会擦肩而过的面孔，一个你会觉得她可能是我祖母，是我朋友，是我自己的真实人形。这种像你我的贴近感是第一道共情，其次是未知。她身上太多谜团，她是谁？为何葬于此？她的语言已消失，她的国家已埋，她的名字未传，但她的身体、妆容、表情却历经风沙而保留下来，反而成为最后的线索。我们对她一无所知，却又无法停止猜测。它成为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而人类天生爱问问题，越问不出，越不肯放过。再来是美感，它的五官、肤色、体态都恰到好处地停留在自然和艺术的临界点。它不是那种雕刻般的冰冷美，而是一种有温度、有生活痕迹的端庄感。它的美不耀眼、不惊艳，而是柔和的、平衡的、耐看的。它就像你读过一封信，信纸泛黄，却字迹清晰，那种安静的打动是直接进入心里的。还有悖论，它既古老又现代，既熟悉又陌生，既静止又充满力量，你无法定义它。它不代表某种宗教，也不属于特定民族，它不是统治者，也不是圣者，却比那些被记住的重要人物更让人铭记。它什么都不是，却什么都承载。这种身份上的空白，反而成为它能包容无数意义的理由。它成了人类对过去所有情绪的一个容器。你可以在它身上投射悼念、崇敬、惋惜、疑问，甚至爱。最深的震撼是来自他眼神背后的时间感。在楼兰古尸身上，时间不再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他死了，但他还在；他的国家没了，但他的脸还被人记住。他证明了文明可以消失，城市可以毁灭，语言可以断绝，地图可以变更，但一个人只要他被记得，他就还活着。他的眼神没有语言，但他说：“你也会这样看着未来的我吗？”他提醒我们，我们终将成为过去。我们现在的城市、语言、记忆，也有可能在几千年后被后人误解、注视、再度构建。而那个时候，我们能否像他一样，用沉默留下尊严？你一开始看他是好奇，第二次是敬畏，第三次是沉思，再后来是怀念。他不催你给出结论，他只是让你看他，看久了，你就会回头看自己。他让我们想起，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历史的一种状态。他让我们思考，文明不是强大就永存，而是被人记得才存在。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震撼不在于发现了什么，而在于原来我们一直都知道，只是不敢承认，那就是楼兰古尸的力量。一具安静的沉睡的身体，却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你、我以及我们人类的来路和去向。他没说话，他只是躺着，但全世界都听见了。灯已经暗了，风声已经远了。你刚刚听完了一整座城市的回忆，一个女子的眼神，一群人的沉默，一片土地的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轻轻翻过。故事说完了，但沙还在吹，梦还没醒。也许你此刻躺在床上，四周安静的只剩自己的呼吸，就像楼兰最后一夜的寂静。
也许你身边还有微光闪动，那就让它陪你走进今夜的梦境。梦里，你会不会看见那位女子穿着柔软的麻布裙，站在葡萄架下微笑，风吹过她的鬓角，她看你一眼，然后轻声说：“别急，我们还在这里。”现在，请让思绪缓缓流散，就像丝路上飘散的驼铃声，远了，更远了。朋友们，晚安。